首富无意中看见个走夜路的小男孩，竟跟他死去几十年的儿子长得一样，于是他让助理赶紧停车，急忙上前想问个明白，可助理却告诉他，这个孩子根本不可能是他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如果还活着，现在至少也30岁了。可看着这张和儿子长得一样的脸，他坚信这孩子就算不是儿子，也肯定和儿子有着某种关系。于是他紧张地询问孩子：“孩子，别哭，别害怕啊！爷爷没有恶意，爷爷就想问你一句，你姓什么？”我姓赵。姓赵。听到小男孩的话，首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，于是他当即就提出要送他回家，只要见到了男孩的父母，就能弄清所有的真相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，男孩的父亲正是他死去的儿子。原来早在30年前发生了一场大洪水，他不顾妻子的阻拦，穿上雨衣就要去参加抗洪，可他刚走没多久，就被洪水冲到了下游，幸好被人及时发现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他醒来的第一时间就想去找自己的妻儿，可此时的外面早已变成一片汪洋，就连整个村子都被大水冲成了废墟，哪里还有妻儿的影子？以为妻子遇难的他悲痛欲绝，可他却不知妻子压根没死。原来就在他刚走不久，妻子就带着儿子找了过来，可她找遍了整个大坝，都没看见丈夫的身影。而这时却有人告诉她，亲眼看见她丈夫被大水冲走了。女人却不相信，她本想再去寻找丈夫，但却被人拦了下来。最后女人为了孩子的安全，她只能先撤离到安全的地方。然而这一分别就是30年，但她从未放弃过寻找自己的丈夫。而更糟糕的是，此时她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。医生交代她千万不要答应别人做任何事，因为很可能转头就会忘记。这天她发寻人启事时，儿子和儿媳突然找到了她，让她去接一下孙子。可当她告诉儿子自己被查出老年痴呆的事，儿媳却压根不信。让你接你孙子，你就装老年痴呆？你老年痴呆？你怎么没忘记找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丈夫啊？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去接。哎呀妈，你就别装糊涂了，赶紧去接点点，别那么多废话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答应去接孩子。可不料他好不容易接到孙子后，贪玩的孙子却转头就跑。他刚想去追，却突然头疼欲裂。等他恢复意识时，却忘记了自己过来的目的。我要赶紧找到青州，让你妈接个人，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？会不会是路上耽搁了？我不管，要是我儿子有什么闪失，我饶不了你，还要你去帮大妈。这不来了吗？不知道急什么急。好不容易等来婆婆，她却没有接回来孩子。点点呢？点点呢？点点怎么不见了？我儿子哪去了？不小心啊！妈，点点呢？啊，你告诉我，点点呢？生气的儿媳当即逼问他把孩子给接哪里去了，但老年痴呆的他根本就不记得有这回事。妈可能忘记接点点了。我忘记了。什么？你把我儿子给忘了？你个老不死的说什么呢？把我快嘴里弄丢了。姐，你先别着急，等姐夫跟老师打完电话吧。天意，怎么样了？点点在学校吗？老师说，点点被妈接走了。什么？接走了？